在 AI 界混得风生水起的 DeepSeek， 竟然被自家母公司的腐败案给扯进了漩涡中心。这颗炸弹一经引爆，立刻轰动了 AI 圈和金融圈。本来靠着便宜又能打的模型圈粉无数的新兴科技公司，就这么被砸了。DeepSeek 这国产 AI 顶流还能不能扛住？众所周知 ，DeepSeek 的母公司名叫幻方量化，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量化私募界大佬。幻方量化的市场总监李成联合招商证券的人，在2018到2023这6年里，把本该进公司口袋的交易佣金偷偷分了，总金额高达 1.18亿。这钱咋分的？说出来能惊掉你下巴。李成拿了2000多万，招商证券某营业部总经理孟鹏飞更狠，直接揣走8000多万，还有个叫刘欢的也分了1000万。最搞笑的是，李成被查后，孟鹏飞慌了神，居然想靠黄金开路，拿价值300万的黄金去找上级高翔帮忙。结果呢，高翔不仅没帮上忙，自己1个月后也落马了，整条利益链像多米诺骨牌似的，哗啦一下全倒了。消息一出来 ，AI 圈和金融圈直接炸锅。有人说，原来搞量化的这么能贪，还有人问 DeepSeek 不是做 AI 的吗？咋跟幻方量化这些搞金融的扯上关系了？别急，咱先理清关系。DeepSeek 是幻方量化全资孵化的 AI 公司，相当于儿子和老子的关系。而幻方量化的创始人梁文峰本来就是量化交易圈的老炮，早就是国内量化私募的头部玩家了。简单说，人家是先靠 AI 炒股赚了大钱，才用赚来的钱跨界搞通用 AI。DeepSeek 能诞生，全靠幻方量化这台量化印钞机书写。早在2008年，梁文峰就开始琢磨量化交易这事儿了。咱先讲讲啥是私募量化交易，这要是讲明白了，幻方量化这场贪污案也就好理解了。简单来讲，私募量化交易就是把投资这件事变成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加编程题。你想啊，普通投资者炒股可能就是盯着 K 线图，凭经验看感觉，或者听点小道消息来选股。但量化交易可不一样，它靠的是计算机，计算机在海量的数据里疯狂翻找，寻找那些能赚钱的规律。市场上有几千只股票，普通投资者就算累死，一天能研究几十只就不错了。但量化程序厉害，它1秒就能扫描1000只股票，然后用50个指标，像市盈率、成交量，甚至新闻里对这家公司的情绪倾向的，给每只股票打分，最后自动选出分数最高的前10名股票进行买入操作。速度和效率是人脑远远比不上的。不过，私募量化交易也不是十全十美的。一方面，它交易特别频繁，普通投资者1年可能买卖股票也就几次，但量化基金1年可能要换手几百倍。像国内头部量化私募，有的高频策略年化换手率能达到1万到2万，持仓周期短到以分钟至小时起计算，基本1到2天持仓就要换一遍，每一笔交易都要付佣金，这佣金积少成多，就可能让人动歪心思。当时招商证券内部存在一项经纪人交易佣金返还机制，经纪人可从开发客户的交易佣金中提取40%作为绩效奖金。幻方量化作为头部量化私募，高频交易产生的佣金规模庞大，这让孟鹏飞和李成等人嗅到了商机。孟鹏飞在任职期间，通过巧妙安排，让自家亲戚成为幻方量化的专属经纪人，并利用亲戚的银行卡来收取这笔高额佣金。而招商证券总部私人客户部总经理刘欢也参与到这场利益输送中。在2018年到2023年这6年时间里，孟鹏飞亲戚的银行卡源源不断地吸纳着佣金，累计金额高达 1.18亿元。在利益分配上，李成获得了2000余万元，刘欢分走1000万元，而孟鹏飞则独占了剩余的8000余万元，可谓是雁过拔毛，各自揣饱了私囊。纸终究包不住火，随着高翔的落马，整个案件的盖子被彻底揭开，相关涉案人员陆续被移交司法机关。这场持续6年的贪腐大戏终于迎来了落幕的时刻。然而在这场事件中，幻方量化的公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。2024年11月就有传言说，幻方员工因券商反佣被抓，幻方第一时间出来回应，却玩起了文字游戏。先说涉事的李成是普通市场人员，不是高管，试图降低事件级别，又强调公司与所有合作渠道费率一致，处于行业较低水平，暗示自己没违规，最后甩锅。此次事件是个人行为，公司此前不知情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。咱先不说别的，就说普通市场人员这个说法，
能主导公司大笔交易流向特定券商营业部，还能和券商高管勾结6年，这能是普通员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对劲。这回音不仅没平息质疑，反而让大家觉得此地无银300两。更关键的是，当时案件细节还没曝光，换方没主动提佣金套取利益输送，这些核心问题只捡无关痛痒的话说。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，直接让市场信任分暴跌，投资者心里会想，连实话都不敢说，以后咋放心把钱交给你？直到后来案件细节被媒体扒光，1.18亿金额黄金行贿，整条利益链落马，这些猛料全出来了。换方才又补充回应说，以加强内部合规审查，完善监督机制。可这时候已经晚了，负面舆论早就发酵，再出来补锅，大家只会觉得是被迫认错，不是真心整改，就像家里漏水了，一开始说就滴了2滴，没事儿，等水漫金山了才说我修水管，谁还信你啊？好多投资者纷纷赎回资金，新投资者更是对他敬而远之。据了解，这事儿曝光后，换方量化资金流出明显，管理规模都缩水了，原本顺畅的业务拓展也彻底卡壳，拉新客户、推新产品都变得无比艰难，监管部门也没闲着，对换方量化展开了全方位调查，公司得花大量精力应付监管，各种文件资料、准备人员、问询配合，合规成本直线上升。为了挽回形象，换方量化还得对内部管理大动干戈，重新梳理业务流程，完善监督机制，加强员工培训，这些都得砸钱又花时间。公司发展节奏全被打乱，而且在竞争激烈的量化私募市场，其他对手可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，纷纷抢占换方量化空出的市场份额，它的市场地位岌岌可危，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。业内人说，换方量化最赚钱的年份，光管理费加分成就能到10亿级，正是靠这台印钞机。换方量化的资金规模从几亿飙到1000亿，才有底气在2023年砸钱搞 AI， 孵化出 DeepSeek， 而且 DeepSeek 特别硬气，从出生到现在没拿过1分钱，外部融资全靠母公司利润养着。要是换成其他 AI 公司，早就在烧钱大赛里倒闭了。虽说母公司爆了腐败案，但 DeepSeek 之前的表现确实配得上国产 AI 顶流的称号。今年1月，他推出的 R1 模型直接把 AI 圈卷到新高度，性能接近 GPT-4， 但训练成本只有557.6万美元，比 GPT-4 的上亿美元成本低了97%，用的硬件也少，2048块 H800 GPU 练了55天就成了，而 GPT-4 得用上万块 GPU， 耗时还更长。2.1发布当天就冲上美区 APP Store 免费榜第1，甚至引发英伟达股价震荡。毕竟 DeepSeek 用更少的 GPU 就能做出强模型，大家担心英伟达显卡卖不动了，单日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。为啥能这么牛？靠的就是效率。换方量化本来就擅长用 AI 处理海量数据，搞量化交易时积累的算力优化、数据处理经验全用到了 AI 模型训练上。而且 DeepSeek 一开始就走开源路线，把模型代码公开，让中小开发者和创业公司能免费或低价用。这一下就圈了大批粉丝，毕竟以前大家要么用不起 GPT， 要么被其他国产 AI 的高价挡在门外。DeepSeek 可以说是一场 AI 界的及时雨。然而换方量化爆出贪腐案，虽说 DeepSeek 和换方量化业务上各干各的， DeepSeek 专注 AI 研发，换方量化搞量化交易，但毕竟是一竿藤上的2个光母公司出事， DeepSeek 也没法独善其身，品牌形象这块直接被拖了后腿。以前大家提起 DeepSeek，想到的是它在 AI 技术上的亮眼表现，比如推出的 DeepSeek-R1 模型，性能强劲，训练成本还低，惊艳了整个 AI 圈。可现在母公司贪腐案一曝光，公众难免把两者联系起来，心里犯嘀咕：DeepSeek 的技术研发会不会也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影响？数据是不是干净？算法会不会也有猫腻？这种质疑声一起， DeepSeek 在市场推广和用户获取上就麻烦了。好多潜在用户原本对它挺感兴趣，现在犹豫了，更倾向选择那些没啥负面新闻的竞品。在商业合作上，合作伙伴也变得谨慎起来。原本谈好的合作项目，有的重新评估风险，甚至提出修改合作条款。新的合作机会，人家一听 DeepSeek 母公司的事儿，也不太愿意深入接触了。再加上 AI 圈的竞争越来越卷， DeepSeek 最近逐渐开始力不从心了。有国际半导体机构的数据显示，截止今年7月， DeepSeek 的用户使用率从年初 7.5% 的峰值掉了不少，
官网流量也下滑29%。为啥会这样？咱总结了2个原因。第一，对手太多太猛。现在国内 AI 圈卷成啥样了？抖音的豆包靠抖音生态用起来顺滑，还能联动短视频。阿里的通义千问背靠阿里云算力调度强。腾讯的元宝能接微信生态找文章做内容很方便。百度的文心一言能联动搜索地图查信息更准。而 DeepSeek 虽然推理快成本低，但在多模态比如图片视频生成场景适配上不如对手接地气。比如你想让 AI 帮你剪个短视频，豆包能直接联动抖音功能， DeepSeek 就没这优势。其次便是自身体验有点拉胯，不少老用户吐槽 DeepSeek 现在没以前开放了，甚至还会编故事，用专业词说叫 AI 幻觉。比如你问他某部电影的导演是谁，他能给你编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名字，还说的有模有样。更离谱的是自动撤回，有时候问个稍敏感的问题，他刚打2句就自己把内容删了，留下用户一脸懵。当然这不全怪他，网络内容鱼龙混杂， AI 难免出错，但体验下滑是真的。不过咱也别太悲观，目前 DeepSeek 在国内 AI 工具里推荐流量还是最高的，接近90%，而且它的核心优势长文本推理、数字逻辑还在，比如帮你算复杂数据、写长篇报告，还是比很多对手好用。关键是这次腐败案虽然影响坏，但主要是母公司换方量化的公司治理问题， DeepSeek 的 AI 技术团队核心模型没受影响。就像老子犯了错，儿子没跟着学坏，只要后续补上管理漏洞，问题不大。说起企业贪腐案，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因为贪腐险些破产的小鹏汽车。2023年10月，小鹏汽车内部刮起了反腐风暴，副总裁、采购部门负责人李峰被停职，还被警方带走。为啥呢？供应链内部反腐呗，这事儿还牵连了不少员工。其实小鹏汽车的反腐行动早就开始了。之前年初高管会议上，何小鹏对成本控制和廉洁问题表示不满后，就有采购业务板块的员工上班路上被警方带走。这背后原因，何小鹏之前零部件采购成本过高，脱不了干系，公司喊着想本增效，采购部却把成本搞得居高不下，这不是对着干嘛？这2起贪腐案从根源上看，都和公司内部管理漏洞脱不了关系。换方量化这边一个市场总监，居然能左右公司交易券商的选择，这种关键决策权本应该是多个部门一起把关，有严格流程的，可在换方却成了李成的一言堂。为啥会这样呢？很大程度上是他内部圈子文化在作祟。李成和换方 CEO 陆正哲都有在招商证券任职的经历，这种熟人关系没成为业务助力，反倒成了腐败的温床。小鹏汽车呢，以前在汽车硬件成本管理上那叫一个混乱，连老板何小鹏自己都说，以前连座椅成本都搞不清楚。这种管理混乱让一些员工有了可乘之机，在采购环节大捞油水，导致采购成本居高不下，严重影响公司效益。从对公司的影响来看，那都是伤筋动骨。换方量化出了这事儿后，各种审查调查，公司得花大量精力财力应付合规，成本飙升。小鹏汽车这边副总裁李峰被查，消息一出，股价当天暴跌超10%。要知道，股价可是市场对公司信心的一个重要体现，这一跌就说明投资者对小鹏的信任动摇了，而且采购成本降不下来，直接影响公司的利润和产品竞争力。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，这可是要命的事儿。不过，面对这些贪腐问题，2家公司的态度和应对方式还是有差别的。换方量化一开始还想甩锅，说李成是普通市场人员，公司对他的行为不知情。可随着案件细节被曝光，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，反倒让市场觉得公司不诚恳。后来才开始强调加强内部合规审查，完善监督机制。但这时候市场的负面印象已经形成了。小鹏汽车呢态度很坚决，直接表明对腐败行为发现一起纠错一起，绝不姑息，而且还请来了汽车圈铁娘子王凤英。他一上任就开始铁腕改革，抓成本控制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新款 G9 价格比老款便宜了 4.6 万，上市72小时大订订单突破8000辆，9月销量也达到 1.53 万辆，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这说明小鹏在积极改正问题，努力挽回市场信心。从这2起贪腐案里，咱能看出，不管是金融行业还是汽车制造业，亦或是其他行业内部管理和廉洁建设都太重要了。企业得把合规经营当回事儿，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，不能让个别员工为了私利，把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当儿戏。
咱作为投资者或者普通消费者，也得擦亮眼睛，投资消费前多做做功课，了解下企业的管理和信誉咋样。要是企业老出这种负面新闻，那可得多留个心眼儿。大家对这2起贪腐案有啥看法？觉得换方量化还能重振旗鼓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。